得这么早啊！你让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啊？这王府的地契，城外的庄子，还有他的私库，加起来少说也有50万两。发了，哭，必须使劲哭，不然怎么对得起这笔巨款？王妃，您节哀啊，可千万要保重身子。王爷在天有灵，也不愿看您这样啊。你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哭是凡夫俗子的做法，于事无补。王爷英雄盖世，他的身后事岂能如此草率？王妃，您的意思是？本王妃思虑再三，王爷生前最大的心结，便是未能与秦尚书家的千金秦若雪喜结良理，这是他此生唯一的憾事。我们作为他最亲近的人，必须为他弥补。王妃，这如何弥补？去城里最好的纸扎铺，给我订10个纸人来，就照着秦若雪的模样做。记住，要分门别类，各司其职。是，小人这就去办。要等身大小，要衣带飘飘，要栩栩如生。特别是这眼睛，必须传神，还有这腰，必须这么细。王妃，这般精细的用料和手艺，成本可……本王妃差钱吗？用料不惜成本，手艺必须顶尖。今夜子时之前，10个，1个都不能少。是，王妃放心。等等，这个眼角再给我挑高3分，显得楚楚可怜些。那个裙摆不够飘逸，我要那种风一吹就能倒，让人一看就心生怜悯的味儿，懂吗？懂，小的这就改，保证让王妃满意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阵仗？你瞧那儿的模样，像不像那位秦家若雪姑娘？还真是。静安王妃这是疯了吗？王爷尸骨未寒，他就这么明晃晃地表示自己的不满。王爷，我的王爷啊，您怎么就这么狠心走了？黄泉路远，天寒地冻的，您一个人可怎么熬得住啊？妾身没用，留不住王爷，只能想些法子，让王爷在下头不那么孤单。王爷啊，底下要是缺什么，您尽管给妾身托梦，金山银山宝马香车，妾身保证供应。王爷啊，让这些妹妹们陪着您，暖着您，您就安心的去吧。好了，该收工了。王妃，王妃终是撑不住了，这几日不眠不休，铁打的身子也熬不住啊。王爷与王妃当真是情深意重，感天动地。王妃这般伤心过度，可千万别伤了身子。还好，今日王妃倒得不算突然，没闪着我的腰。收工，今晚加餐有望了。王妃，你要是再不行，老奴可就真掐人中了啊！这次我可不留手了。掐人中？开什么玩笑？那得多疼！这老管家下手可黑着呢。上次为了逼真，让他轻轻掐一下，结果胳膊上青了3天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王爷，我这是在何处？我瞧见王爷了，他来接我了。这演技，这台词，不去拿个奖都可惜了。王妃，您总算醒了，您方才伤心过度，晕过去了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快扶王妃回房歇息。若是王妃凤体有恙，我唯你们是问。是。王爷，我的50万两，明儿见。还有我的8宝鸭，等着我。王妃对王爷当真是用情至深啊。是啊，如此情景，闻者伤心，见者落泪。收工，总算能歇会儿了。王妃这几日是越发沉了，看来府里伙食不错。废话，本王妃这是为王爷悲伤导致的水肿。王妃恕罪。行了，演给外人看的，你们俩还当真了？去，把本王妃的8宝鸭、桂花藕、东坡肉都端上来。哭了半天，嗓子都快冒烟了。王妃，这都深夜了，厨房的大师傅已经歇下了。那就把他叫起来，告诉他，王妃我思念王爷过度，悲伤的只能靠美食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他要是敢耽搁，我就去王爷棺材前哭，说他虐待未亡人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王妃您稍等，保证让您吃上热乎的。你去给我打盆热水来，脸上的妆都快哭花了。不行，还是不踏实。50万两啊，就这么孤零零的放在那儿，万一管家那老头子想不开，或者哪个不开眼的贼溜进来，我不是亏大了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守着。我的钱
只能由我来守护。喂，你觉不觉得那纸人好像在看我们？别瞎说。不过风一吹，他们的袖子还会动，怪瘆人的。乖，我回来了，别怕，没人敢动你。别催，清一色自摸，糊了。谁啊？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好好守灵了？蒋月，我才死了几天，你就只想着扎这些东西，你就没有半点别的话想对我说吗？王爷，您这是诈尸了，还是说您觉得10个不够热闹？要不我明儿再给您添10个？不够热闹。江月，本王的灵堂，你是要办成百乐门吗？活了，他怎么活了？我的地契，我的庄子，我的司库，我的八宝鸭，全没了。省省吧，这里没有宾客，也没有仆徒给你接驾。王爷，您这玩的挺大呀，人死复生，这是什么新的戏码？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本王奉皇命，借北境兵败诈死，意在引出京中内奸。此事乃最高机密，除了王管家，无人知晓。哦，引蛇出洞，听起来挺刺激。所以呢，我作为你名义上的遗孀，帮你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是不是该有点表示？表示？我帮你保守这么大的秘密，万一的说漏嘴了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这风险难道不值钱？还有精神损失费，你突然从棺材里坐起来，你知道我受到了多大的惊吓吗？我这脆弱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的，差点就跟王爷您一起去了，这不得赔？你还想要钱？你看看你做的这些好事，本王尸骨未寒，你就给我弄了10个秦若雪，还跟我要马雕手气。江月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这叫专业。我哭得那么伤心，晕得那么及时，全京城都盛传靖安王妃对王爷情深似海，悲痛欲绝。我告诉你，为了哭得逼真，我晚饭都没吃。本王没空跟你胡搅蛮缠，从今日起，你必须配合我继续扮演悲痛的寡妇。可以，但我们得先谈谈价钱。一口价5万两，哦不，加上我刚才受的惊吓，51000两，作为我的封口费和精神损失费。另外，我每日的表演费另算，哭灵、晕倒、茶饭不思都是不同的价位。江月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穷疯了，顾恒，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战死的消息传来，漏洞百出，不让验尸，不让开棺，只说为国捐躯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我早就猜到有猫腻。那你还……我若表现得太正常、太镇定，反而会引人怀疑，所以我只能疯。谁会怀疑一个疯婆子是你计划的一部分？我帮你把所有怀疑的目光都吸引到了我身上，帮你挡掉了最大的麻烦。所以，王爷，这51000两，你觉得我该不该拿？秦小姐，秦小姐，您不能进去，王妃正在里面为王爷守灵，您这样闯进去，与理不合呀！坏了，来捉奸，不对，来捉鬼的了。王爷，若雪来迟了。江月，你这是何意？秦小姐，你深夜闯我王府，所谓何事？哦，本王妃知道了，你也是来给王爷上香的。来，这边请。少在这里装疯卖傻！我问你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王爷尸骨未寒，你竟用此等下作手段羞辱于他，羞辱于我！羞辱？秦小姐，此话从何说起？王爷生前对你一片痴心，全京城谁人不知？本王妃这是在成全他呀！你看，多像啊！本王妃特意找了全京城最好的师傅，1比1还原。王爷泉下有知，看到有这么多若雪妹妹相伴，想必会很欣慰吧？老实待着，再出声就把你盖子钉死！你这个善妒的毒妇，王爷就是因为娶了你，才会被你灾星克死。是你害死了他。哦，我是灾星。若不是你，王爷怎会英年早逝？他本该有大好前程，本该和我。是你用卑劣的手段抢走了王妃之位，也是你克死了他。秦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说本王妃克夫，你可有证据？你嫁入王府不到1年，王爷就战死沙场，
这难道不是证据吗？这算什么证据？照你这么说，去年京城大旱是不是也赖我？前几日张大人家里的狗丢了，是不是也该来找我？秦若雪，我才是圣上亲封明媒正娶的靖安王妃。王爷死了，我是寡妇，你算什么？一个深夜闯进王府灵堂，对着别人夫君的灵柩哭哭啼啼的外人。我与王爷情投意合。情投意合？那怎么最后八抬大轿抬进王府的是我，不是你？本王妃再善妒，也知道死者为大。我为王爷守灵，哭得昏过去好几回。你呢？你除了在这里指责我这个正牌王妃，还会做什么？哦，还会哭，真是我见犹怜。王爷，若雪来迟了。看来是气得不轻，活该。谁让你招惹这朵白莲花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撕了你的嘴！王爷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就要打我这个可怜的魏王人了。你死得好惨啊，留下我一个人被外人欺负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哎呀，秦小姐真是深明大义，知道自己错了，这就给王爷磕头赔罪了。不错不错，心意到了就行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江月，我杀了你！皇上驾到！靖安王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你要为臣女做主啊！靖安王妃她疯了，她不但扎纸人羞辱臣女，还说王爷是她克死的。皇上，王爷死的冤枉啊！靖安王妃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秦小姐，你真是本王妃的知音。你胡说什么？皇上，臣妾有罪。臣妾的罪在于思虑不周，臣妾只想着扎些纸人，让王爷在地下不那么孤单，却忘了纸人终究是纸人，哪里比得上真人来的贴心。秦小姐与王爷情深似海，感天动地。既然秦小姐觉得王爷死得冤，既然她如此思念王爷，那不如就让她下去陪王爷吧。撞吧撞吧，最好撞出个脑冰荡，省得出来烦我。皇上，您想啊，王爷为国捐躯，乃是国之栋梁。他生前唯一的遗憾，就是未能与秦小姐喜结连理。如今斯人已逝，我们活着的人，若不能为他圆了此梦，岂不是让他死不瞑目？请皇上开恩，允了臣妾这个不情之请，让秦小姐为王爷殉葬。如此一来，既成全了他们二人的旷世绝恋，也彰显了皇上您体恤功臣、成人之美的不世之人。此乃一举两得、名垂青史的大好事啊！请皇上恩准。你这个疯子、魔鬼！靖安王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臣妾只是太爱王爷了，爱之深，思之切，行事难免有失偏颇，但臣妾对王爷的这片心，日月可见。来啊，发怒啊，治我的罪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皇帝是更在乎你人君的名声，还是更在乎秦家的脸面，亦或是更在乎这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的身后名？好一个情深意切的靖安王妃！殉葬乃是前朝陋习，早已废除。王妃此意不妥。来了，重点来了。不过王妃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靖安王为国捐躯，王妃一人在府哀丧过甚，以致行事癫狂，朕可以理解。既然秦若雪如此牵挂靖安王，而王妃又如此孤单，那从今日起，秦若雪便不必回尚书府了，就留在靖安王府暂住些时日，日夜陪伴王妃，为靖安王诵经祈福，直到王爷下葬为止。不，皇上，不要！漂亮，送上门的棋子，不要白不要。这下可以就近监视，看看他和他爹到底跟哪条线上的内鬼有联系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啊！臣妾看见他就心烦，看见他就想起王爷待他的好，臣妾会忍不住发疯的。皇上，您这是要逼死臣妾啊！朕意已决，王妃悲伤过度，就让秦小姐好生照顾吧。这既是替朕分忧，也是为靖安王积福。秦小姐，未来的日子请多指教了。你别过来！别怕啊，本王妃会好好照顾你的。
妹妹既然留下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今夜就让姐姐陪你一起为王爷守灵吧。唉，王爷生前最爱热闹，如今他走了，这灵堂冷冷清清的，他一定不习惯。妹妹，你说是不是？去，把经文拿来。秦小姐对王爷一片痴心，想必很愿意为王爷诵经祈福，直到天亮吧。心诚则灵。来，妹妹尝尝，这是王爷生前最爱吃的。你我姐妹不必客气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妹妹正在为王爷守夜，心无旁骛，怎能被这等口腹之欲打扰？罪过，罪过。姐姐不是有心的。王妃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我家小姐身子弱，从未受过这等苦楚，求您让她歇歇吧。主子说话哪有奴才插嘴的份儿？妹妹，记住，在静安王府就要守王府的规矩。姐姐说的话就是规矩。王妃，您没事吧？老奴听说皇上……没事儿，好得很。去，把西厢房收拾出来，让秦大小姐住进去。记住，派2个机灵点的丫鬟过去伺候。王妃，您真的要……怎么，怕我吃了她？放心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她是皇上送来的人质，也是送来的鱼饵，我得好好用着。是，老奴明白了。顾恒啊顾恒，你欠我的又多了一笔。这次的演技爆发加临场应变，怎么也得再加2万两吧。门在那边，翻窗是另外的价钱。江月，你今晚是疯了吗？训臊！你也敢说？哟，王爷不在棺材里好好躺着，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莫非是觉得我那殉葬的提议甚好，特地出来感谢我？我怎么？要不是我做急中生智，提出那个疯狂的建议，你猜猜皇帝会怎么收场？他会把秦若雪带走，好生安抚，然后深训我几句。那样一来，你想放长线钓的鱼不就跑了？现在多好，鱼饵直接送进了你家鱼塘，你想什么时候钓就什么时候钓。我帮你把人留下了，你不该谢谢我？你就不怕皇上真的治你的罪？他不敢，他比谁都想让你死得风光，死得毫无破绽。我这个为爱发疯的寡妇，是他计划里最完美的一环，他舍不得动我。算你狠。好了，复盘结束，现在我们来谈谈酬劳。今晚这出戏，从智斗白莲花到惊走皇帝，再到留下人质，我居功至伟，一口价2万两。江月，你脑子里除了钱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当然有，还有怎么赚钱。今晚之事，处处透着蹊跷。皇上深夜亲临，不合常理。没错，他就像是掐准了时间来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秦若雪闹得最凶的时候驾到。有人在向他通风报信，而且报信的速度极快，从秦若雪闯入灵堂到皇上驾到，前后不过1炷香的功夫。宫里到王府，快马加鞭也要不了这么快。除非信使就在王府里。这个女人脑子转的倒是不慢。这个王爷总算不是个草包。灵堂人多眼杂，是传递消息和安挖眼线的最好地方。走，回去看看。你之前在灵堂都说了些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表达了一下对王爷您的沉痛哀思，顺便展望了一下继承您50万两遗产之后的美好生活。50万两？我这不是为了把贪财的人设做足吗？这纸人做的倒是精细。那是自然，全京城最好的手艺，花了大价钱的。这是什么？琉璃做的装饰品吧，为了逼真，我特意让他们加的。好看吗？这不是装饰品，这是琉璃耳。琉璃耳，一种窃听的机关，此物中空，内有细小的机簧，能将周围的声音收集，
通过埋在地下的铜线传到另一端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对着我的50万两流口水，还盘算着打马丢要胡清一色，全被听了去。我守财媒加赌鬼的形象，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哼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怕？我为什么要怕？这是好事啊。好事。他们既然喜欢听，那我们就说给他们听好了。王爷，咱们将计就计，给他们演一出大戏。王爷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留下的这个家，我快撑不住了。你瞧瞧，这办一场丧日，里里外外花了多少银子？皇上那边一点表示都没有，全靠王府自己硬撑。郎爷在的时候还好，如今……王妃，您别太伤心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办法？能有什么办法？坐吃山空，死路一条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穷下去。去，把王管家给我叫来。王妃，您找老奴。管家，府里的账上还有多少银子？回王妃，采买丧仪用品，打点各路宾客，已经所剩无几了。我就知道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王爷生前最是喜欢收集些古玩字画、神兵利器，我记得他的司库里还有不少好东西吧？王妃，那都是王爷的遗物，您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人都死了，留着那些东西有什么用？能吃吗？能喝吗？能换成银子吗？传我的话下去，把王爷司库里的东西都清点出来，列个当单，找个日子，咱们办个赏玩会，价高者得。先把这府里的亏空补上再说。万万不可啊，王妃！老爷尸骨未寒，您怎能变卖他的遗物啊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您的名声能当饭吃吗？我只知道，再没钱，我们王府上下就得喝西北风了。就这么定了，谁敢多说一句，就给我卷铺盖滚蛋！这个女人演起戏来真是天衣无缝，贪财善妒，刻薄无情。谁能想到，这副嘴脸之下藏着那样的玲珑心思？她的这身保护色竟是如此完美。江月，你这个疯子，我不会让你得意的。既然是苦主，那就要有个苦主的样子。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要搅得你不得安宁。硬碰硬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我倒要看看，要是我绝食死在你这静安王府，你这个毒妇的名声还洗得清吗？皇上知道了，也定不会饶你。秦小姐，晚膳送来了，拿走。我没胃口，我宁愿饿死，也不吃你们静安王府的一粒米。秦小姐，王妃吩咐了，您要是不想吃，那就不吃。只是这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，您确定要我们端走吗？是啊，秦小姐，厨房还温着燕窝粥，您若是不吃饭，喝点粥也好。王妃说了，务必让您满意。拿走，都给我拿走！好的，秦小姐。西边那位今天胃口如何？回王妃，还是没动。甚好，饿着能清心静气。告诉厨房，晚膳加一道佛跳墙，本王妃要好好补补。王妃，秦小姐已经2天没进食了，万一……放心，她比谁都惜命，她这是在等我服软呢。跟她比耐心，本王妃还没输过。江月，你终于撑不住，要来看我了吗？我就不信，我若真死在这里，你能脱得了干系？快来求我，快来！哟，还真挺能撑，装死呢，演技不错，可惜火候还差了点。不行，不能被这香味打败。我是秦若雪，我不能输给那个疯女人。该死的肚子，别叫了！哟，这是饿出内力了，肚子叫得跟打雷似的。唉，妹妹你不知道，你绝食，姐姐我担心的茶饭不思，食不下咽，这不，只能把晚饭搬到你这儿来，看着你，我才好多吃几口。你看这烤鸡，皮脆肉嫩，油而不腻。妹妹，你真的不来一口吗？你无耻！他说什么？饿得说胡话了。王妃，
秦小姐许是饿得久了，需要进食。哦，原来是想吃了呀。也是，看着别人吃，自己饿着是挺难受的。哎呀，看我这脑子，光顾自己吃了，妹妹都饿成这样了，你们都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给秦小姐喂饭！她要是饿死在这儿，本王妃怎么跟皇上交代？是王妃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我不吃！秦小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有什么想不开的，跟本王妃说呀。你看你都饿得神志不清了。好妹妹，别怕，姐姐这是为你好。你身子弱，自己没力气吃，姐姐找人帮你。管家，秦小姐现在这个样子，实在是令人担忧。万一再出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们静安王府可担待不起。王妃说的是，这2个丫鬟办事不力，竟让秦小姐饿了这么多天赶出府去。谢王妃。他要把我身边的人都换掉。从今天起，就让李妈妈和张妈妈2人寸步不离地照顾秦小姐，吃穿用度都给我用最好的，但一步也不许她踏出这个院子。是。告诉他们，秦小姐身子弱，心气不顺，容易没胃口，窗户给我钉死，免得吹风着凉。要是秦小姐再受1两肉，我就唯他们试问。不要，妹妹，别怕，姐姐这是为你好啊。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不再折腾自己了，姐姐再放你出来。哦，对了，秦小姐既然如此思念王爷，想必是睡不着觉的。今晚开始，你们轮流给她念，就念往生咒，记得要贴着她的耳朵念，一刻也不许停。是王妃。小姐，城南百味斋按10点送来的糕点。百味斋是我江家的暗桩，3年来，所有关于父亲死因的线索都是通过这个渠道送进来的。户部周侍郎贪墨军饷，果然是他。信上说的和我查到的线索完全对上了。父亲真的是被他们灭口的。3年的追查，终于有了铁证。我爹不是病死，是被他们联手害死的。我听王管家说你晚膳没用，是身子不适，不对劲，他的反应太大了。这是不是也在你的计划之中，静安王？我不知道信里会提到你父亲，但我一直在查的就是这件事。是吗？那你查到了什么？北境军饷贪墨案背后主谋是誉王，户部周侍郎是他的主要执行者。我父亲当年就是周侍郎的副手，他病故前正在协查一桩陈年亏空案。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？顾恒，你告诉我，我父亲的死是不是和你的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？是，我怀疑是。所以你娶我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利用我江家的商路，为了方便你调查。原来如此，从来没有什么意外，全都是算计。好一个静安王，好一盘大棋。秦若雪呢？把她弄进府也是你的计划一部分。她是周侍郎的外甥女，你把她放在眼皮子底下，是为了引蛇出洞，对吗？是。所以他对秦若雪的好全都是演戏。那对我呢？月儿，我承认3年前娶你，我确实是存了利用之心。我想借你江家商户的身份做掩护，查一些事情。可是这3年的朝夕相处不是假的，我看着你为了几两银子跟小贩吵得面红耳赤，看着你偷偷藏起赢来的碎银子傻笑，看着你一边骂我短命，一边又在我病重时守在床边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假的变成了真的。我早就在这场戏里爱上了你，月儿。以前是我混蛋，现在我只想和你做真正的夫妻。爱，在3年的欺骗和利用之后，王爷，你的爱未免太沉重，我担不起。你走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我来不是为了听你解释，
是为了复仇。你有权，我有钱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这笔买卖做得过。你想怎么做？引蛇出洞。秦若雪不是他们安插的棋子吗？那我们就利用这颗棋子，给他们送一个致命的消息回去。什么消息？要演就演一出最大的，就说我从我父亲的遗物里找到了他当年查案留下的秘密账本。好。事成之后，你我两清，王府的财产我要一半。好，都给你。还有，以后不许再骗我。绝不。3年前，北境修筑不烽火台，朝廷下拨了10万两白银的专款，但最后只有3万两到了工部，其中7万两被周侍郎以火号为名转入了誉王在江南的一个私盐商号。江南私盐走水路，暗语是鱼，7万两，数额太大，必须分拆。有了，枕产年秋，购咸鱼700担，分3船南下，入御林院。咸鱼代指盐，担是我们的黑话，一担代表100两，700担就是7万两。御林院谐音御，指明了钱的去向。外人看来，这就是一笔普通的南北货交易记录，但只要是行家，一看就知道里面的猫腻。滴水不漏。这只是基本功，接下来轮到你了，王爷。光有骨架不行，我需要更真实的血肉。去年冬，北境大雪，战马冻死上千。我上报朝廷请求补借，兵部批了3000匹战马的条子，但最后运到我军中的只有1000匹，另外2000匹被誉王的人换成了怒马和老马，转手卖给了西边的部落。这个数字不对。数字没错，我亲自点的。我不是说你的数字不对，我是说记在账上的数字不能是这个。你想想，贪腐是门技术活，这么大的买卖，2000匹战马不可能就这么简单的消失，他们一定会做假账来评，比如报高战马的死亡率，或者预报草料价格，再或者干脆做一本阴阳账。有了，我们就记甲申冬，北风烈，马多病，购良马3000，然遇风雪，折损10之有7，余者皆受骨嶙峋，不堪驱驰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也。你看，这样一来，既说明了只到了1000匹马，又把责任推给了老天爷，而且受骨嶙峋，不堪驱驰8个字，暗示了剩下的马匹质量也有问题，这完全符合一个贪官推卸责任的口吻。我以前怎么会觉得你只是个爱钱的普通女人？因为本姑娘的才华需要付费才能解锁。别废话，继续。我需要更多这样的细节，越多越好，越真越好。我们要造的不是一本简单的假账，而是一件足以以假乱真的艺术品。大功告成。现在这东西就是悬在他们头顶的剑，他们越是心虚，就越会相信这是真的。辛苦了。好了，账本已经备好，接下来就该我这个贪婪又愚蠢的寡妇，去把鱼饵亲自送到鱼嘴边了。妹妹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听了一夜的往生咒，是不是觉得灵魂都得到了升华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就是觉得妹妹你一个人待着太孤单，特地来陪你说说话。来，张嘴，这可是上好的人参，补气安神的，你可得好好活着，不然我这出戏找谁看去？我不要，你别假好心了。真是好东西，可惜了。唉，这王府看着大，其实也是个空壳子。王爷一走，处处都要花钱。我最近真是为了银子愁白了头。铺垫的差不多了，该上正餐了。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前几日整理我爹的遗物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我爹留下了一个秘密账本，
上面记得密密麻麻，全是这些年他跟京城里各位大人打交道的人情往来，哪位大人收了多少孝敬，哪位大人有什么把柄，那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东西。秘密账本，可不是嘛，我爹真是给我留了个大宝贝。有了这个，我还愁没银子花，随便挑几条放出去，那些亏了心的大人们还不得哭着喊着给我送钱来。妹妹，你说我是先从你爹秦丈书开始呢，还是从你舅舅周侍郎开始呢？这可真是个幸福的烦恼啊！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好了，话也说完了，汤你也看见了，我该去盘算我的发财大计了。妹妹，你好好歇着，千万别再想不开了。这世上没什么比活着看仇人倒霉更有趣的事了。账本当然是假的，但他们的心虚是真的。秦若雪，可别让我失望啊！这个消息必须立刻传出去。能不能劳烦您把我换下的这身衣服送去换衣房？小姐稍等。妈妈，我吃饱了，劳烦您把碗筷收走吧。鱼儿放出去了。放出去了，就看鱼咬不咬钩了。你就这么确定他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？狗急了还跳墙呢，何况是人。他舅舅周郎实是户部的人，秦尚书又是他的父亲，这账本的消息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命的催命符。他就算挖地道也得把消息送出去。我已经让王管家盯紧了府里所有对外传递的渠道。不用那么麻烦，他送消息的银簪已经被我的人截下了。我伪造了一份更轰爆的消息，通过他的渠道送到了周侍郎府上。什么？一根银簪藏在碗底，收碗的丫鬟是我的人，簪子当铺的人一看就懂，消息早就递到周侍郎府上了。你……王爷，这个就叫专业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就等他们上门了。我猜他们不会等太久，今晚应该就会有动静。我以前怎么会觉得他只是个贪财的草包？对了，刚才那个计划属于高级商业机密，咨询费1000两，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给你打个8折。好。王妃、王爷，户部周侍郎以探望外甥女名递了拜帖，人已经到府门外了。这是坐不住，亲自来试探了。周侍郎为人狡诈，你当心。放心，对付狐狸就得比他更像猎人。哎呀，周大人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真是稀客。下官见过王妃，听闻小女性情顽劣，在府中给王妃添了不少麻烦，特来探望，还望王妃海涵。哪里哪里，秦小姐很好，就是思念王爷过度，不怎么爱吃饭。周大人不必担心。王妃一人支撑王府，想必十分辛苦。下官听闻王妃最近手头有些紧张。周大人，你可说到了我心坎里。这王府上下哪哪都要钱，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。王妃，下官斗胆多句嘴，有些东西留在手里是祸，换成银子才是福。若王妃有什么不方便出手的，先父的遗物，下官倒是可以代为处理，价钱好商量。周大人，你真是我的贵人。不瞒你说，我爹留下的那个账本，我正愁怎么换钱呢。这个数5万两黄金，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5万两，王妃，这贵吗？一点都不贵。我告诉你，那上面可是记得清清楚楚。就说3年前，你和誉王殿下借着南巡采办之名，偷偷卖给北境部落500套甲胄的事，光这一条就不止5万两了吧？王妃说笑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下官需要回去禀告家姐。行啊，我等你好消息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晚了，我可就找夏家了。他们今晚一定会来。放心，天罗地网都给他们备好了。
目标在主卧，按计划行事，不留活口。是。不好，中计了！诸位爱卿，深夜造访靖安王府，所谓何事啊？拿命来！靖安王，你没死！让你失望，本王不但没死，还活得很好。朕的靖安王乃国之栋梁，福泽深厚，岂是尔等宵小之辈能轻易撼动的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技不如人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哟，还是个硬骨头。不说也没关系，反正你全家老小的性命都捏在本王妃手里。你叫张三，对吧？家住城南柳树胡同，家里有个老娘，娶了个媳妇，去年刚生了个大胖小子。你说，要是你今晚回不去，你那刚满周岁的儿子会不会想爹爹想得睡不着觉？你那体弱多病的老娘，听闻你成了亲犯，会不会一口气上不来？你敢！祸不及家人！你们深夜闯入王府，要杀我这个王妃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祸不及家人？本王妃向来没什么优点，就是记仇。皇上、王爷，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直接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他不说，总有人会说。我说，是誉王殿下，是誉王派我们来的。誉王殿下说，靖安王妃留着始终是个祸害，必须斩草除根。他还说，只要事成，就保我们后半生荣华富贵。好一个朕的好皇帝！传朕旨意，封锁所有消息。明日早朝，朕要给众爱卿看一出好戏。众爱卿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宣靖安王顾恒上殿。什么？靖安王他不是战死了吗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臣顾恒诈死归来，请皇上恕罪。平身，爱卿能平安回来，乃社稷之福。朕等你已经很久了。皇上，臣要参奏誉王。誉王结党营私，贪没军饷，构陷忠良于前，又因忌惮罪行败露，于昨夜派出刺客，夜闯靖安王府，欲刺杀臣的王妃，杀人灭口，其心可诛，其罪当斩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都是誉王殿下指使的，是他，全都是他！皇上明鉴！皇上明鉴啊！顾恒北境兵败，本就罪无可赦，他与这刺客串通一气，上演苦肉计，诬陷本王，定是想掩盖他兵败的罪责，另有图谋。皇上，此等乱臣贼子，若不严处，何以正国法？何以安天下？臣恳请皇上将顾恒就地拿下，明正归刑，以儆效尤。宣靖安王妃江月上殿。臣妾江月参见皇上。王妃，你又有何话说？哼，皇兄何必问一个疯妇？他与顾恒狼狈为奸，沆瀣一气，说辞早已串通好了。回皇上，欺君之罪，臣妾与王爷不敢当。若说计，倒确实有个计策，此计名为引蛇出洞。只因这条毒蛇藏得太深，盘踞朝堂，勾结外敌，但贮空国库，更欲颠覆我朝江山。若不行此险招，如何能让他露出致命的毒牙？一派胡言！王妃空口白牙，血口喷人，你可知污蔑皇亲国戚、朝廷重人是何等大罪？秦尚书，别急，
本王妃既然敢说，自然是有证据。皇上，请看，这就是他们不惜派出刺客，也要从我手中夺走的东西。此账本乃臣妾王父所留，上面记录的并非金银往来，而是誉王与秦尚书等人多年来与北境部落私通，贩卖我朝军备布防图的铁证。3月初7，通过秦家商队送出3000支羽箭的图纸。4月15，借口南下采办，将粮草路线图交予北境密探。我夫君顾衡的北境大营之所以被围困，正是因为誉王提前泄露了军情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皇上，这是伪造的，是他们为了给顾衡脱罪伪造的证据。正是，皇上明鉴，姜氏之父早已过世多年，怎会留下这种东西？此乃弥天大谎。没错，这本账册的确是伪造的，因为真的早已在我父亲被灭口之时一同被销毁了。但是秦尚书，你以为销毁了证据就万事大吉了吗？我父亲临死前曾在我手心写下一个周字，我查了3年，才查到当年与他共事的户部周侍郎正是你的七弟，誉王殿下的心腹。我伪造这本账期，上面的每一笔交易，每一个时间，都是根据我父亲留下的零碎线索和我这3年查到的蛛丝马迹，点点推演出来的。我故意放出消息，就是想看看你们的反应是否与我的推演一致。结果，你们果然派出了刺客，你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据，证明我这本假账本上写的全都是真的。你血口喷人！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誉王殿下，你昨夜派出的刺客首领左腿上是不是有一道陈年刀疤？那是3年前我父亲的护卫拼死在他腿上留下的。是他，都是他！是他拿着北境部落的许诺来找我，他说只要帮他们入关，就拥立我为新君。是他害我的皇兄，皇兄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，臣是被逼的。来人，将誉王秦尚书一干逆贼全部打入天牢，抄没家产，听候发落。靖安王夫妇治秦国贼，有功于社稷，朕重重有赏。即日昭告天下，江爱卿之父平反赵雪，恢复名誉。谢主隆恩，臣妾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讲。秦尚书罪无可救，但其女秦若雪终究只是被亲情和私情蒙蔽的棋子，恳请皇上念其无知，免其死罪。他3番2次与你为难，你竟为他求情？回皇上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主犯已除，臣妾不想再与一枚棋子计较，杀他只会多添一缕冤魂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准了。靖安王妃深明大义，有功不骄，有仇不烂，实乃我朝女眷之楷模。是你也好，这一切总该有个了结。我输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这是皇上赐的，喝了你就能从这场噩梦里解脱了。毒酒吗？也好。爹爹，哥哥，若雪来陪你们。我爹曾说，活着比死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这碗是安神汤，是选择去城外的皇家寺庙青灯古佛了此残生，还是选择隐姓埋名，拿着一笔银子去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？你自己选，我言尽于此。江月，我秦若雪这一生都活在了你的影子里，原来这才是对我最残忍的惩罚，也是最仁慈的恩赐。爱卿，此番你夫妇2人一文一武，配合无终，堪称绝配。朕敬你们一杯。皇上，臣亦有一请。讲，今日无论何事，朕都准了。
臣恳请皇上准许臣永镇北境。什么？你才刚回来就要走？京城的繁华不比北境的风沙要好？回皇上，臣是武将，臣的战场在边关，朝堂之上的尔虞我诈，臣应付不来。此次若非王妃，臣早已万劫不复。与其留在京城这纷争之地，不如去北境，为皇上守好国门，方能让臣安心。臣妾愿随夫君同往。也罢，既然你们心意已决，朕便成全你们，朕准了。不过，朕也不能让王妃跟着你到北京去吃苦。朕听闻王妃颇有经商之才，这北境与各部落互市，乃国之要事。朕今日便赐你边关贸易敕谕，从今往后，北境所有官方贸易皆由靖安王妃总揽。朕希望你能用你的才能，为我朝开辟一条黄金商途。我的天，官方授权垄断经营，这得赚多少钱啊！臣妾叩谢皇上天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对，就是那个缺了脚的椅子，也给我搬上去。那可是上好的金丝楠木，到了北境找个木匠修一修，又能卖个好价钱。王妃，那椅子腿都快断了。断了也能当柴烧，咱们王府的东西，连根木头渣子都不能留给那些等着捡漏的王八蛋。你这是要把王府的地皮都刮走3尺啊？那当然，这可都是我们明码标价从皇上那儿买回来的，一分一毫都不能便宜了别人。哎呦，这不是靖安王和王妃吗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把家都搬空了？原来是李国舅，我们夫妻奉皇上之命，要远赴北境为国效力，这京城的宅子自然是用不上了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王府毕竟是皇家产业，你们这一走，这府里的东西按规矩也该交还内务府，由我们代为打理才是。国舅爷的意思是要强抢本王的家产。靖安王，你别忘了，誉王虽然倒了，但我姐姐还是贵妃，这王府你们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总得给宫里一个交代。交代？好啊，这是靖安王府的地契和房契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此府邸连同府中所有家具、摆设、花草树木，几于昨日由我作价3万两白银，尽数卖给了城西的富商张百万。这是顺天府盖了章的文书。卖了？是啊，我们王爷要去北境守国门，总得有点军费吧。皇上仁慈，体谅我们手头紧，特许我们将这宅子变卖了，充作军资。国舅爷，您现在占的这块地已经是张老板的私人产业了，您再不走，张老板派人来收房，看见您在这儿，告您一个私闯民宅，那就不好了。你好你个江月，你真是……我怎么？我一个要随夫君去边关吃沙子的可怜女人，变卖些家产傍身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说国舅爷觉得皇上的决定有问题？你们狠，我们走。唉，王妃英明，想占我的便宜，门儿都没有。解气了？那当然。王爷、王妃，方才有人将此物放在门口，说是故人所赠。这是他。看来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路。收起来吧，我们也该上路了。再见了，京城。前面是我们的新天地。北境的羊毛，柔然的马匹，西域的香料，天哪，这得是多大的利润！顾恒，我们发了，这次是真的发了。这点出息，你懂什么？
这叫事业。我告诉你，不出3年，我就能把北境打造成咱们的私人金矿。说真的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去北境？京城里的尔虞我诈，我累了，而且京城太小，困不住你。只有北境那片广阔的天下，才够你我2人并肩驰骋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我赚的钱可不分你。好，我的王妃赚的钱都是你的，而你是我的。